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聊的是如何将 AI 和 3D 渲染相结合，制作一个视频短片。上个星期我们用 Flux 制作了一部 Taylor Swift 的火星演唱会的短视频，我非常喜欢它的一个视频动态效果。然后这个星期我想要着重于图像视觉的效果，用新的工具生成一个泰森和保罗的 3D 渲染拳击赛的短片。为了生成绚丽精致的视觉效果图像，今天推荐的软件是 Leonardo AI。Leonardo AI 是一家总部位于悉尼的初创公司，他们专门从事 AI 生成图像。他们的平台使创作者能够为时尚、广告还有建筑等行业设计和训练 AI 模型。随着 Leonardo 这家120人的 A 轮公司今年被 Canva 以3亿美元的巨额收购，很明显 ，AI 生成的内容将继续存在，并且改变我们创建和消费媒体的方式。我个人的感受就是，它的确是比其他的图像生成工具拥有更丰富的功能，生成的图像也是更加的有设计感和个性化。那我们就赶紧来感受一下它的艺术性。这个是 Leonardo 的一个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以这个 Leonardo 达芬奇的这个名字为命名的这个网站。那下面是它的一些作品的展示，它的艺术感是非常强的。那我们用的话，这次用的是 AI 工具里的 Image Creation 这个功能。这个是我刚刚生成的一个泰森的一个狮子的拳击手的一个样子，所以现在的话，我想要生成他的一个对手的一个新的一个图像。那这个界面的话，你可以看到一个右上角这边是一个模式的设定，这边一个小问号的话，它是有一个像教程一样的，它会自动的，你点一下它就可以告诉你可以从这边开始。你选择 Next 的话，它就会一个一个的像向导一样的给你介绍每个特征。那我可以选择 Finish。那这个比如说这边的个 token 的话，就是我们现在是在免费计划里面，是一共有150个 token， 我现在还剩下126个，我之前就生成了这4张图，所以的话就是算一下，就是每张图是6个 token 这样子的。那左边这边，它这边是设置一个模式，比如说你可以设置不同的这种 style 的这种图像。那这个是它最新的一个特征吧，这个叫 Leonardo Phoenix， 就是凤凰雷诺阿多的那个这个特征，所以我就想用这个。那然后的话，这边我们就选自动吧。还有这个的话，我们选择这个 3D render。这个对比度的话，选择是高对比度。这个图像的维度的话，因为我们是想要做短片，所以就是想要9:16的那个 TikTok 的这个比例。尽量选择大一点，就选择 medium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这边的设置部分就好了。剩下的就是这边就是要写一个你的一个提示词来描述这张图画。那你可以自己写，也可以用 AI 生成。那我这个是之前已经生成好的一段文字，我就把它贴过来，直接按右下方 Generate 键就可以生成图像了。这个4张图就是最后生成的4只熊的，这个拳击手的图像。这4张图的效果是让我感到非常的惊喜，它们是几乎都是完美的符合了我的描述。因为我的描述是说，我希望它是长得像人一样的拳击手，但是它实际上是一只熊，并且我希望这只熊是肌肉比较发达的，并且是一只棕色的熊。它需要有一个蓝色的拳击手套，还有一个白色的拳击短裤。
这个腰带上，我希望它挂着一个 Jake Paul 的一个名牌，并且我希望它的一个脸是比较逼真的，像真的熊一样，并且又有一个比较坚定的表情。我还希望它是有点冠军的一种非常锐利的眼神，以及有一种略微咆哮的一个这个嘴的样子。并且我希望他是站在一个拳击场上，他的观众是比较有活力的。另外，我希望看到整个拳击场是非常的灯光照亮的一个场景。所以这4张图是非常好的契合了我的描述。并且它在这4张图，因为我们是这边选的是4张图，我在一个描述当中没有描述到鞋子，所以它就给我生成了各种不一样的选择，并且它是这个拳击场，我没有描述具体我喜欢什么颜色，于是它生成了红色和蓝色不同的一个场景，并且在这个生成的这个图像之后，你可以有多个进一步处理的一个功能，你可以选择下载，还可以选择这个 zoom 缩放你的图。比如说我这边的话，这个是原始图的一个大小，然后我可以选择 on zoom 就是变小了，然后我还可以选择这个 no background 就是把这个背景除掉，就是把这个拳击场的一个背景去掉了。并且它之后还可以比如说直接生成视频，还有一个提高这个图像的质量，以及直接去到 Canvas 去这个图像编辑，它的一个功能是非常齐全的。那我们就把这些图送到第2步去生成视频。Runway 是一家专注于视频、媒体还有艺术生成的 AI 先锋公司。它于2018年创立于美国纽约。他们主要致力于帮助电影制作、广告还有视觉效果领域的专业人士使用 AI 技术创造视频内容。Runway 可以让创作者轻松地释放他们的全部潜力，并塑造视觉叙事的数字世界。它的特点融合了云端运行、实时交互、大量的模型库以及社区支持。在视频生成的这一步，我们用的是 Runway， 所以选择 Try it now。首先是把我们之前生成的图像就拖到这边，然后下面的话是可以增加描述，我们选择这个 example。那可以选择第一个，就是说一个人在一个人群当中，所以在我们这个场景就比较符合，就是一个人在这个竞技赛场的一个人群当中，所以我们选择 apply。那然后它就会生成这个模板，所以需要略微的调整一下。这里要描述他的动作，然后这里选择的是一个相机的一个运动模式吧，然后我选的是一个 dynamic motion， 就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效果。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下面这边可以选这个你要生成5秒的还是10秒的，之后按 Generate 就可以去生成这个视频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是怎样的。生成完这只狮子，我们再去生成那只熊的。那首先你可以选择这个垃圾箱，先把这张图给移掉。
之后你就再把这个一个熊的图像给拖过来。OK， 那这次我们下面的一个动作，我们可以选择 Fast Motion，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竞技比赛，就可以这个比较快速的移动的场景。OK， 那就试一下吧。这次生成的无论是狮子还是大熊，它的一个动态的视频效果都是非常的惊艳，所以它是在我的一个期待当中的。但是它也有一些缺陷，比如说在这个熊在转身拳击的时候，它身上的那个腰带上面的这个字变形了，所以它的字就出现了不一致性。那就说明这个软件在视频的一致性上面是有一些小缺陷的。那另外的话，我感觉我会希望这两个人物有一个交互的这么一个场景，因为在这次的视频当中，这个狮子还是这个大熊，他们都是在单打独斗的一个状态。但是如果是想要有个比较好的丰富的内容的一个视频，我会作为一个贪婪的用户，我会希望他们有更多的爆点或者说交锋，这样会让这个视频的内容更有趣。未来的话，我会想要尝试其他的各种软件，还有各种方法去让这个视频更加生动起来，更加有故事性。所以，如果你有其他的一个比较好的推荐的话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就下期见。